新都桥待了近2个月，然后一直到拉萨，一路上再也没吃过麦当劳和肯德基。今天到了拉萨，终于能够感受垃圾食品对我产生的快乐了，所以我直接点了一个3人餐。今天晚上吃不完就留着明天吃，我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垃圾食品带来的快乐，麦门永存。我现在到了，这是西藏博物馆，我预约了今天下午的这个参观。上午呢，我是在汽修厂把我的车做了一个小保养，这边，这个应该就是正门了。现在准备进去。没有字数，丑牛，猴，别摸那个猪。现在我已经过了安检，到了布达拉宫。但是因为布达拉宫它的这个门票特别的难预约，我还在礼堂还是巴素的时候，我就那时候预约门票，但是它的那个预约的软件每次都是点进去了，但是它就一直在那转圈，然后等你退出来以后再进去，好了，那就没票了。然后如果说你一定想进去的话，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在网上找那种黄牛，好像是普通门票200-300块钱，但是如果找黄牛的话，那可能门票就要800-900块钱。所以后来想想，那可能也就在外面看看这个它外面的样子，里面的样子也就只能通过纪录片或者说这种视频的形式去了解一下了。还挺好，峰回路转。因为刚才我去了布达拉宫的这个线下售票处，我问了一下，1号线的话必须要在微信小程序上面预约，你预约不到的话，那你只能约1周还是10天以后的。但是你可以线下，就像我这样去直接排队买2号通道。2号通道据说就比1号线会短一些，但是它不用挤，也不需要找黄牛，你直接。像线下这边你问他说现在的话是后天的票，明天的应该是卖没了，所以我就直接选了一张，也不需要加钱。你这个到时候售票处拿这个凭证进去的话，应该是100块，1号线是200块，这样的话简单，还能到时候进去再转一转看一看，还挺好。
现在我到了花口街和大昭寺附近，游客好像感觉不是特别多，咱正好是回忆的时候。好像这个大昭寺已经关门了。我现在过去走走看，看看还能不能进去。随便找了一个藏式的茶馆，然后点了1磅甜茶，1磅是这么一杯，只需要5块钱。但隔壁的咖啡馆需要35块钱才能买到一杯拿铁美式，然后把电脑打开就可以美美的剪视频、上传视频了。当做我们的下午茶，我感觉既经济又舒服。我现在到了后藏最大的一个寺庙，也是日喀则最大的寺庙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呢，也是格鲁派里面6大寺庙之一。忘记的门票100元。现在我已经进入到寺庙里面了。扎什伦布寺也称吉祥须弥寺，全名为扎什伦布白吉德钦曲唐杰勒南巴杰瓦林，意为吉祥须弥巨福殊胜诸方舟，是中国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最大的寺庙，为寺史之后历代班禅喇嘛住锡之地。班禅喇嘛又称班禅额尔德尼，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中转世传承的领袖，与达赖喇嘛并称。位于日喀则市桑珠子区城西的尼色日山坡上，它与拉萨的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合称格鲁派的4大寺。4大寺以及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并列为格鲁派的6大寺。1447年，宗喀巴最小的弟子，后来被追溯为1世达赖喇嘛的根敦珠巴，在当时的后藏大贵族的资助下，最初兴建了扎什伦布寺。开始时，寺庙定名为冈坚典培，意为雪域新佛寺，后被根敦珠巴改成现在的名字，历时12年建成。1600年，4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任扎什伦布寺主持时，对该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4世班禅是第一个被册封的班禅喇嘛，从此扎什伦布寺成了历代班禅喇嘛的驻锡之地。历代班禅对扎什伦布寺均有扩建。寺内最宏伟的建筑是大弥勒殿和历代班禅灵塔殿。大弥勒殿藏语为强巴康，中间供奉着1914年9世班禅曲济尼玛主持铸造的鎏金青铜强巴佛及弥勒佛的坐像。7座历世班禅灵塔大小不一，有的灵塔供奉几个班禅，有的只供奉1个。塔内藏有历世班禅的舍利肉身，包括10世班禅却吉坚赞。我现在到了一个山头，大约是5250米，然后前面应该就进入到珠穆朗玛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今天的天气还不错，远处的山也可以看到，但是好像没有看到非常大的雪山。在我的正前方有一个小雪山，它的雪感觉不是特别多。我在这儿休整一下，有很多人在拍照。休整一下，我要继续准备出发了。
今天的目的地是定日县，进入定日县以后，可能明后天就要考虑去珠峰了。这边有很多人在挂经幡。我现在到了珠穆朗玛峰北坡，160买了门票，接下来就要经过什么108弯，马上我就要准备开着金杯上珠峰了。现在到了一个山口，写着珠穆朗玛峰观景台，但是我发现好像观不了景，因为前面有特别浓的云，能看到一点点的山头。在山头等珠峰，但那边已经下起来了大暴雨，远处是珠峰，这个云啊，看来今天够呛能看到的。现在从乘车点到珠峰大本营堵了，我们的大巴在这儿停了有半个多小时了，大家好像一直都停在这儿，据说是前面有比较大的一个洪水，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去到珠峰大本营。前方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洪水，从这儿绕下去。现在到了珠峰大本营，前面是巴巴福达的一个牌子，前面就是珠峰，能够看到一点点，现在云还比较茂密，一会儿云走了，说不定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有很多人在这里排队拍珠穆朗玛峰的测量碑，我这么拍也算拍过了，我就不过去排队了。这个队我估计没半小时排不下来。正准备下山，突然发现云走开了，然后珠穆朗玛峰露出来了，并且这个夕阳打在上面，像日落金山，特别好看。Let it flow, oh let it flow, and there is something I should know. Leave some time to be my own, the flaming truths we won't into. And I never wanna return. The days be filled with emptiness and sorrow. No. 今天早上从珠峰大本营出发，然后开了4-5个小时。现在我到了边境的一个县城，这个县城跟尼泊尔隔河相望。这个县城是聂拉木，也是318全程的终点。大金杯从上海被买回来，被我开到杭州，也算是从318的起点上海出发，这一路兜兜转转，终于抵达了横跨整个中国的318国道的终点。但318到了终点，我的旅程还没有到达终点。聂拉木既是318的终点，但也是我新的旅程的起点。那么下一步呢，我可能接着会沿着219一路北上，穿过西藏的阿里地区，然后进入到新疆境内。